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颜值天花板大洗牌，赵丽颖断层登顶碾压群芳，刘亦菲竟屈居第3。2026年伊始，内娱的颜值赛道依旧充满了竞争和压力，女星们的颜值格局迎来了新的洗牌。这份 Top 10榜单并非依靠单纯的营销手段，而是综合了颜值辨识度、全网热度、作品口碑和商务表现等多种维度，呈现出当前最具影响力、最具颜值魅力的女艺人阵容。从甜美系的小花到实力派的青衣，从古典美人到现代御姐，榜单上的每位女星都展现了各自独特的风格，构成了内娱颜值的天花板图鉴。毫无悬念，赵丽颖以其卓越的颜值稳稳地摘得榜单的第1位置。作为中式温婉系的颜值天花板，她那精致耐看的五官和温婉大气的气质几乎无懈可击。无论是古装仙侠剧中的飘逸角色，还是现实题材中的灵动表现，赵丽颖都能轻松驾驭各种造型。多年来，她凭借一系列爆款作品积累了极高的国民度，颜值与演技并肩并存，相关话题的阅读量遥遥领先，成为了颜值与实力并存的顶流标杆。她的美不仅体现在外表，更在角色塑造中展现出的风骨与力量，真正重新定义了顶流美女的标准。刘亦菲稳居第3，作为内娱的古典仙颜代表，她完美的骨香和清丽的皮香，散发着与生俱来的仙气和一丝不染的疏离感，被人称为内娱的颜值白月光。出道近20年，刘亦菲的颜值始终如一，堪称冻龄神颜。无论是古装造型中仙气十足，还是现代装中的明艳大气，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起广泛关注。她的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依然是大众心中无法替代的颜值标杆。相关话题的热度持续居高不下，几乎成为了不朽的存在。位居第2的杨幂则是内娱的御姐代表，她那精致的五官、明艳的气质以及强大的气场，成就了她在颜值赛道中的绝对优势。无论是红毯上的华丽登场，还是日常造型的随性自然，杨幂始终都能展现出极强的时尚表现力。她的生图与精修状态总是在线，展现了她无与伦比的颜值和时尚感。作为85花中的顶流，杨幂多年如一日保持着超高的流量与话题度，凭借自律与不断变化的状态，完美诠释了岁月不败美人。她不仅代表了内娱颜值的顶峰，还在商业价值上持续开花，是双高代表人物的典范。此外，榜单中还包括了迪丽热巴这位浓颜系的异域美人，她那立体深邃的五官和强大的气场，让她在红毯上无可匹敌，牢牢占据了第5的位置。她的美丽与气质兼具，成为了内娱红毯上的定海神针。杨紫则以温婉淡雅的颜值位列第4，她的亲和气质与国民度使得她的演技和颜值都散发出强大的吸引力。她通过扎实的演技和饱满的角色塑造，证明了颜值背后蕴藏的深厚实力。虞书欣的娇憨千金颜，白鹿的清冷淡颜，王楚然的古风谪仙颜，这些不同风格的美丽各具特色，在榜单中共同展现了多元化的内娱颜值生态。特别是95后小花中的新生力量，田曦薇和赵露思分别凭借甜系古风初恋脸和甜辣灵动的面容表现亮眼，位列榜单第10和第9，展现了新一代艺人独特的颜值潜力。他们凭借出众的相貌和多部热门作品积累了大量人气，成为颜值赛道上的新兴力量，未来的发展备受期待。这份榜单不仅仅是对这些女艺人颜值的认可，更是对她们综合实力的肯定。从作品口碑到商务资源，从国民度到话题热度，高颜值女艺人们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用实力证明了美貌与能力可以兼得。随着内娱审美逐渐多元化发展，未来一定会有更多风格各异的颜值代表涌现，继续刷新大众对于美的认知与定义。
在2026年的开年，这份颜值天花板榜单的出炉，其实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美的简单排序，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当下内娱审美的流动与重塑。而当名字一个个揭晓，最终稳站在顶端的那个人，赵丽颖，几乎让人产生一种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复杂情绪。如果说过去我们谈论颜值，总习惯用惊艳、完美、无死角这些略显单一的词汇去概括，那么赵丽颖的登顶，则更像是对耐看型美人价值的一次集体回归与重新加冕。她的五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攻击性美感，却有一种越看越沉静、越看越有故事的韵味。这种美，不是第一眼的惊鸿，而是第三眼、第五眼之后依然不舍移开的凝视。尤其是在近年来的作品中，她的颜值早已不再是被观看的附属品，而是成为角色的一部分。无论是在《与凤行》中那种带着冷冽锋芒的女王气场，还是现实题材里收敛锋芒、回归生活质感的女性形象，她的脸总能精准地服务于人物。这种能力其实比单纯的美更加难得。对比榜单中同样极具代表性的几位女星，我们更能看清赵丽颖的独特位置。比如被誉为鲜颜标杆的刘亦菲，她的美是一种几乎不受时间侵蚀的古典理想型，清冷、疏离，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人物。它代表的是一种永恒的标准答案，是大众审美中的白月光。而位列第二的杨幂，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她的美带着强烈的现代都市气息，锋利、明艳，自带镜头感。她可以在红毯上光芒万丈，也可以在日常街拍中轻松拿捏时尚节奏，是可塑性与商业感结合的极致体现。但赵丽颖的特别之处在于，她并不完全属于这两种路径中的任何一种。她既没有刻意维持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也不依赖强烈的视觉冲击去占领注意力。她更像是一种生长型美人，随着时间、角色与人生经历不断沉淀，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审美坐标。再看榜单中其他名字，迪丽热巴的浓颜系异域风情，杨紫的亲和温润，虞书欣的甜美元气，白鹿的清冷克制，王楚然的古典仙气，这些风格共同构成了当下内娱多元审美的繁荣图景。但正是在这种百花齐放之中，赵丽颖的断层第一才显得格外有意思。因为它所代表的并不是某一种标签化的美，而是一种更综合、更立体的存在。颜值、演技、国民度、角色厚度，几乎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没有明显短板。换句话说，她的登顶不只是好看，而是可信。观众为什么会反复被她吸引？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的脸上总带着一种可以静立风韵的质感。这种质感让她在演绎人物时更容易建立情感连接，也让她的美不再悬浮，而是落地生根。在流量快速更迭的时代，这一点尤为珍贵。很多人红在一时，靠的是瞬间的视觉记忆点，但赵丽颖的存在更像是一种长线陪伴。她的每一次出现，都在悄悄叠加观众的信任值。所以，当这份榜单把她推上第一的位置时，我们看到的其实不仅是一次排名结果，更像是一种行业与观众共同完成的选择。他们在告诉我们，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美，从来不是最锋利的那一种，而是最有生命力的那一种。而赵丽颖恰好就是这样的存在。天哪，亚洲唯一！赵丽颖杀进全球前6，这才是顶流。2026年2月8日，欧洲世界电影节公布了一份让整个内娱为之震动的榜单。全球观众最喜爱演员评选结果中，中国演员赵丽颖以全球第6、亚洲第1的成绩强势上榜，成为榜单前10中唯一的亚洲面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榜单，不是那种动动手指就能刷上去的流量排行，而是由全球观众用真金白银投出来的硬核认可。1欧元1票的付费门槛，严格限制海外 IP 与本地银行卡参与，从根源上杜绝了粉丝应援与数据造假的可能。最终，
赵丽颖以51025张真实选票突围，折合人民币超过40万元，每一票都代表着海外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硬湖荣誉，含金量藏在机制里。这个榜单的含金量，首先体现在它近乎苛刻的评选规则上。不同于国内那些免费投票、刷票横行的榜单，欧洲世界电影节这次的观众选择奖直接对标的是国内百花奖的观众票选模式，但机制更加严苛。1欧元1票的付费投票，愿意掏钱的才是真正的铁粉。仅限海外 IP 与本地银行卡支付，国内粉丝无法集中应援。超过100万观众参与，覆盖5大洲120多个国家。65%投票者为35岁以上非华裔普通观众，完全基于作品与表演的跨文化认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赵丽颖的魅力已经完全穿透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打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通观众，而不是仅仅依靠华裔粉丝的支持。这份全球观众缘不是偶然，而是她近20年深耕演艺事业，用角色积累的口碑沉淀。作品为桥，近20年深耕，让中国故事扎根全球土壤。赵丽颖的国际影响力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步步作品铺就的道路。早年间，花千骨中灵动坚韧的小骨便风靡东南亚，成为当地观众熟知的东方女神。该剧在多国反复重播，创下超高收视率。楚乔传则打破土耳其、埃及电视台的收视纪录，将女性觉醒的东方叙事传递给中东观众。楚乔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品格引发跨文化共鸣。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她饰演的盛明兰以隐忍聪慧、谋定后动的处世哲学，不仅在国内成为国民级角色，更蝉联韩国主流视频平台榜单前3，被当地观众誉为中国版明成皇后。近年来，她的作品影响力进一步向全球拓展，新作与奉行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翻译成16种语言，总播放次数突破1000万，曝光总量达数亿次。而2025年的作品《在人间》，她在剧中一段9分钟的无台词表演惊艳业界，没有一句对白，仅靠微表情的流转、肢体语言的张力，精准诠释出角色从创伤到重生的复杂心境。这段表演不仅被北京电影学院纳入表演教学案例，更在海外平台收获1000万播放量，让全球观众读懂了东方表演无声胜有声的细腻与深度。演技破圈，从横店龙套到全球认可。这份全球荣誉的背后，是赵丽颖对演员2字的极致敬畏与持续突破。早年的她曾因圆脸不符合主角审美被行业质疑，在横店跑过无数龙套，却从未放弃对表演的追求。她把每一个小配角都当作打磨演技的契机，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细腻、真实、有爆发力的表演风格。如今的她早已完成从流量花旦到实力派青衣的华丽转身。她的演技突破体现在对不同角色的精准驾驭上。《陆贞传奇》中坚韧聪慧的陆贞，《杉杉来了》中乐观可爱的杉杉，《楚乔传》中飒爽果敢的楚乔，《第20条》中朴实无华的郝秀萍，每一个角色都截然不同，却都被她演绎的入木三分。凭借《第20条》中的精彩表现，她斩获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并提名金鸡奖，连续2年蝉联微博热议电影女性角色 Top 1。在追求演技的道路上，赵丽颖始终保持着极致的敬业与专注。为了贴合角色，她推掉7档头部综艺，深入县城体验生活。沙漠拍戏时代商坚持，拒绝使用替身，亲力亲为。为布达拉宫纪录片配音，她提前1个月查阅西藏历史资料，跟随专业配音老师练习气息控制，甚至多次前往布达拉宫实地感受氛围，打破刻板印象，彰显华语影视软实力。赵丽颖的获奖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承载着华语影视文化走出去的深层意义。长期以来，西方观众对亚洲演员的认知多停留在刻板印象中，而赵丽颖用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东方女性角色，
打破了这种认知壁垒。她饰演的角色既有温婉坚韧的传统美德，又有独立自信的现代精神。这种独特的东方女性魅力，让全球观众看到了亚洲演员的多元可能性，也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更值得骄傲的是，她在亚洲市场的影响力早已根深蒂固。她是唯一一位在韩国、日本、泰国、越南4国均位列观众喜爱演员前列的中国艺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此次拿下全球第6、亚洲第1的成绩，更是将这种影响力从亚洲延伸至全球，印证了华语影视的制作水平与文化魅力正在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流量易逝，实力长存。这份全球票选的亮眼成绩，是赵丽颖演艺生涯的又一重要注脚，更是中国演员走向国际舞台的生动缩影。无关奖项头衔与榜单排名，观众的认可与喜爱，才是演员最珍贵的勋章。从横店的小配角到全球观众喜爱的女演员，赵丽颖用近20年的坚守与突破，书写了一部属于中国演员的逆袭史诗。这份荣誉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它不仅见证了一位实力派演员的成长，更彰显了华语影视文化的崛起。期待赵丽颖继续坚守初心，打磨演技，用更多优质作品连接世界，让东方演员的专业与光芒在全球影视舞台持续绽放，久久生辉。而这份亚洲唯一的荣光，也将激励更多中国演员深耕作品，突破自我，在国际舞台上传递中国声音，展现东方魅力。这才是真正的顶流，不靠流量刷榜，只靠作品说话。注：本文基于2025年欧洲世界电影节全球观众最喜爱演员榜单真实数据撰写，相关统计与信息均来自公开可查的权威渠道。赵丽颖的全球票数51025票，投票机制1欧元1票，海外 IP 限制、作品海外传播数据等均经多方核实，确保信息准。当这份来自欧洲的榜单缓缓揭晓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第6名这个数字，而是一个更有重量的关键词：被世界看见。赵丽颖的名字安静却坚定地站在全球前10之列，成为唯一的亚洲面孔。这一刻，说它是荣誉，不如说是一种迟来的确认。一个中国演员用近20年的时间，终于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在没有翻译滤镜的情况下，读懂了他的表演。说实话，在如今这个数据可以制造、热度可以设计的时代，这样一份1欧元1票的榜单，反而显得有点笨拙。但也正因为这种笨拙，它才格外动人。愿意为一个演员付费投票的人，从来不是随手点个赞的路人，而是被角色真正打动的观众。51025票，不只是数字，更像是5万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瞬间共鸣。如果把时间线往回拨，我们会发现，这种共鸣其实早就埋下了种子。从花千骨里那个倔强又纯粹的小骨开始，赵丽颖就已经具备了一种很特别的能力。她不靠距离感吸引观众，而是用代入感留住观众。东南亚观众会为她流泪，中东观众会为她愤怒。那种跨越文化的情绪连接，本质上来自于角色的真实。再到楚乔传，她把女性不向命运低头这件事演得如此具体，不是口号，而是一次次跌倒又站起来的细节。你会发现，无论是在土耳其还是埃及，观众并不需要完全理解中国历史背景，也能理解楚乔的选择，因为那是一种普世的情感，尊严与自由。而到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他又把锋芒收了起来。圣明蓝不是燃，而是稳。这种东方叙事中少见的克制与耐心，反而让韩国观众格外着迷。有人说她像明成皇后，但我更愿意说，她让一种属于中国女性的智慧被温柔地看见。真正让我觉得她走向世界的，是近几年的作品。与凤行的传播范围已经说明了一切，但更重要的是她在人间里的那段无台词表演。9分钟，没有一句对白，
却让人完全沉浸在人物的呼吸里。那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一种极高程度的控制与释放。你会突然意识到，语言其实是多余的，真正高级的表演本来就应该让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理解。很多人喜欢用逆袭来形容赵丽颖，但在我看来，这个词有点太轻了。她不是一夜翻盘，而是一步一步把不被看好变成无法忽视。从横店跑龙套到如今站在全球榜单，她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把每一个角色都当成唯一的机会。在第20条里，她饰演的郝秀萍，没有华丽的台词，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有一种让人不敢移开视线的真实。那种普通人被命运碾压时的沉默，被她演得极其克制，却又极其有力量。也正是这种表演，让她拿下百花奖最佳女配角，这是行业对她的认可。而这一次的全球票选，是观众给出的回应。更让我欣赏的是，她始终在主动拆掉自己，推掉综艺，深入生活，为角色做准备。这些听起来很传统的做法，在今天反而变得稀缺。她不是在追逐曝光，而是在积累厚度。正因为如此，她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带着一点沉淀感。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次入围全球前6，其实不仅属于赵丽颖个人。长期以来，亚洲演员在国际舞台上总是被某种刻板印象框住，但她用一个个角色证明，东方女性可以温柔，也可以锋利，可以隐忍，也可以反抗。这种多面性，正是文化真正的魅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亚洲市场的影响力早就不是流量可以解释的。韩国、日本、泰国、越南这些地区的观众对她的喜爱更多是基于作品本身。这一次，她把这种影响力进一步推向全球，其实是在告诉世界，华语影视的表达方式是可以被理解、被欣赏的。很多人总在讨论顶流是什么，是热搜，是代言，还是粉丝数量？但当你看到这样一份榜单，你会突然明白，真正的顶流其实很简单，是有人愿意为你的角色付出时间、情感，甚至金钱。赵丽颖的特别之处在于，她把流量变成了信任，观众愿意相信她的角色，也愿意等待她的作品。这种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而是无数个细节累积出来的。所以，当她成为亚洲唯一的那一刻，我并不觉得意外，反而有一种她本该在这里的感觉。或许，这才是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她突然走到了世界面前，而是世界终于走到了她的表演里。赵丽颖亲手砸掉金饭碗，不是任性，是顶级清醒的破局。在这个流量更跌如风、人人渴求安稳的娱乐圈，赵丽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选择。她主动放弃了正午阳光的 S 级大剧开盘，亲手摧毁了自己多年稳稳握在手里的影视铁饭碗。没有档期冲突，没有被动放弃，也绝非一时冲动。她只是让经纪人轻轻将合同放回桌上，淡淡写下3个字：不演了。这3个字的分量重到足以让无数演员心生羡慕。背后是上亿的片酬，是平台方长达3年的深度绑定，更是电视剧圈难得的顶级资源。正午阳光的金牌制作班底，央视与流媒体平台双重加持，剧本扎实，班底硬糊，只要接手，就意味着稳稳的收视保证和持续热度加持，是躺赢式的事业安全感。多少艺人拼尽全力想要搭上正午的快车，把这份资源当作事业巅峰，但赵丽颖却说丢就丢，从未有丝毫留恋。曾经的赵丽颖是圈内出了名的横店劳模，全年无休扎根剧组，1年连拍3部戏是常态，从龙套一路逆袭到电视剧顶流。花千骨知否知否风吹半夏，步步爆款。她是电视剧流水线上最闪亮、最值钱的螺丝钉，是收视率的代名词，稳稳占据着电视剧圈的顶流位置。然而这一次，她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自己，放弃唾手可得的安稳，她毅然投入陈可辛执导的酱园弄片厂，
投入全然陌生的大银幕世界，卸下所有光环，从零开始。每一场戏，他反复打磨27遍，抠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细节。拍摄结束时，指甲缝里满是旧上海弄堂的尘土，精致光环荡然无存，只剩下演员对角色的极致执念。娱乐圈一向现实，资本从不留情。他空出的那块位置，当天就有人接替，张小斐顺势入局，这残酷印证了圈子里没有谁不可替代的铁律。然而赵丽颖偏偏无所畏惧，她敢率先离席，敢摔掉铁饭碗，敢从舒适区抽身，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的新路。这不是赌气，也不是任性，而是一种主动换赛道的选择。从电视剧顶级螺丝钉到打造自己的人生招牌，他早已不满足于在电视剧圈原地踏步，不满足于重复熟悉的角色与套路，他渴望突破自我，冲击大银幕，朝着影后的目标全力前行。从电视剧顶流到电影新人，这条路注定艰难，没有捷径，没有安稳，需要放下过去的光环，承受未知的压力，接受从零开始的辛苦。但赵丽颖偏偏选择了，而且坚定不移。她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强者从不依赖安稳的资源，而是拥有随时打破现状、重新出发的勇气。不被过往成绩束缚，不沉迷眼前浮华，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敢于舍弃，更敢于追求。这样的赵丽颖，比爆款剧集里的角色更令人敬佩。破圈之路虽艰难，但心中有方向，便无所畏惧。我们期待这位敢于砸掉金饭碗的演员，在大银幕上绽放出属于他自己的全新光芒。在这个行业里待久了，你会发现一个残酷却真实的规律：大多数人拼尽全力想要稳，而真正能走到更远处的人，往往敢于主动打破这种稳。而这一次，赵丽颖给出的答案，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带着锋芒的清醒。她放弃的不只是一个项目，而是一整套被无数演员梦寐以求的安全体系。正午阳光的 S 级剧开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稳定的曝光、稳定的口碑、稳定的商业回报，甚至是未来几年无需焦虑的职业路径。对于绝大多数演员来说，这不是选择题，而是标准答案。但偏偏他把这道标准答案撕掉了。很多人会用任性来解释这种行为，可如果你真的了解他的职业轨迹，就会明白，这更像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出走。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到风吹半夏，他几乎把电视剧赛道里能达到的高度，一步一步走到了极致。那种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建立在极高强度的自我消耗之上，常年扎在剧组，反复拍摄，不断复制成功路径。问题在于，当一个演员开始复制成功，其实也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停滞。而赵丽颖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转身走向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坐标系——大银幕。进入酱园弄这样的项目，对她来说不是升级，而更像是一次降维重启。在电影的叙事节奏和表演尺度里，所有曾经的经验都未必奏效，她必须重新学习如何控制情绪，如何在镜头里留白，甚至要重新适应创作节奏。最打动我的，其实不是他选择了电影，而是他面对这个选择时的状态，那种近乎执拗的认真。反复打磨20多遍同一场戏，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因为他开始重新把自己放回演员这个最原始的位置，不依赖名气，不依赖经验，只依赖对角色的理解。这种状态，在如今的环境里其实很稀缺。我们总在讨论破圈，但真正的破圈，从来不是跨一个平台，换一种题材那么简单，而是要打碎已经建立好的自我认知。她过去是收视保证，是爆款女主，是资本愿意长期绑定的对象，可现在，她愿意让自己重新变成一个需要被审视、被比较，甚至被质疑的电影新人。这一步，难的从来不是能力，而是勇气。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行业的运行逻辑也在这一刻被放大的异常清晰。他刚离开，位置立刻被填补，资源迅速流转。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这条铁律冷静又无情。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能凸显他的选择有多反常识。既然一切都可以被替代，那为什么还要执着于守住原有的位置？答案或许很简单，他想要的从来就不是位置，而是可能性。当一个演员开始追求可能性，他就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工业体系里的零件，而是在尝试成为某种更独立的存在。他不再满足于被定义为适合某种角色的人，而是想去拓宽自己可以成为谁。这种野心其实很动人。很多观众习惯用结果来评判选择，但在我看来，这种选择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价值，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演员在最顺的时候，没有选择继续放大优势，而是选择补齐未知；没有沉溺于掌控感，而是主动走进不确定。说到底，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转型，而是一种对自我边界的重新书写。所以，当我们再回头看那句轻描淡写的不演了，它真正的重量其实不在于放弃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自己打开了什么。或许未来的路不会轻松，甚至可能充满反复和挫折，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条路才值得被期待。因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在换赛道的演员，而是一个依然对表演保持野心，对自我保持不满足的人。而这样的演员，无论走到哪里，都很难被真正取代。珍珠配男装，王一博一出场就撕碎了时尚圈固有偏见。那夫人珍珠，巴黎时装周压轴大戏，从来只留给真正的顶流。而这一次，站在香奈儿2026秋冬高级成衣大秀 C 位压轴登场的那个人，是王一博。北京时间3月10日凌晨，巴黎时间3月9日晚，香奈儿全球品牌代言人王一博以一场近乎完美的高定造型收官本次4天3奢行程。没有多余造势，没有刻意营销，一出场便直接锁定全场焦点，打国际时装周的顶级牌面，焊死在华人艺人身上。棕色斜纹软呢外套是香奈儿100年不变的高级血统，金扣点缀不张扬却自带压迫感，冷调质感与他本人的清冷气质完美契合。内搭衬衫，领口黑丝带轻轻衣系，没有油腻感，没有刻意绅士感，多一分则俗，少一分则冷，分寸感精准到可怕。下身利落黑裤加持，整套 look 没有任何多余装饰，却把克制、贵气、疏离感3种高级特质同时穿在了身上。在依旧充斥着性别刻板印象的时尚圈，很多人还在纠结男人带娘不娘，王一博直接用实力给出答案，高级感从来不分性别。珍珠的温润柔光撞上黑色软了的硬朗厚重，刚柔对冲，冷感与贵气交织，非但不违和，反而成为整套造型的灵魂依比。那夫人珍珠遇见最美的自己，她不是在尝试中性风，而是天生就能驾驭这种打破边界的高级审美，把人间香奈儿的标签从吹捧变成了事实。4天3奢，连续解锁3大顶奢资源，以全球代言人身份压轴香奈儿大秀，这份战绩放在整个华人娱乐圈，至今无人能打。时尚圈向来现实且势利，知认实力、影响力与全球号召力，王一博能站在这个位置，本身就是对内娱流量偏见最有力的回击。他没有走浮夸红毯风，没有堆砌 logo 博眼球，更没有迎合大众审美扮乖耍帅。一身经典高定，一串珍珠，站在秀场里，松弛又锋利。王一博赋予了香奈儿经典元素全新的少年冷感，也让东方面孔在西方主导的时尚体系里拥有了不容忽略的话语权。王一博用实打实的顶级压轴、全球代言、3奢并行，直接拉高了中国艺人在国际时尚圈的上限。他不是蹭时尚热度，而是成为时尚本身。不是被动接受品牌青睐，而是与品牌互相成就，双向奔赴成业内标杆。
真正的顶流时尚，从不是博出位，而是一出场就让全场默认，这才是压轴该有的样子。珍珠不再是女性专属，软了不再是固定风格，男性高级感也从不止一种模板。这一战，王一博不仅封神巴黎时装周，更把中国顶流的国际底气穿在了身上。珍珠能否成为男性时尚新符号？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